南美洲这片孕育无限风情与壮美景观的土地，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南半球。从安第斯山脉的巍峨壮丽，到亚马逊雨林的蓬勃生机；从伊瓜苏瀑布的震撼壮观，到乌尤尼盐沼的梦幻倒影，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不仅拥有世界上最迷人的自然景观，还承载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从印加文明遗址到殖民时期的古城，从热情洋溢的桑巴舞步到独特的本土习俗，南美洲用千姿百态的魅力吸引着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中，南美洲犹如一片静谧的世外桃源，等待着人们前来探索与沉醉。这片大陆的美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它会带你穿越时间的长河，聆听大自然和历史的脉搏。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这些令人惊叹的地方，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人类的智慧。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趟灵魂的远行。亚马逊雨林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生态系统最丰富的热带雨林，被誉为地球之肺。亚马逊雨林的大部分位于巴西，其次是秘鲁、哥伦比亚，少量分布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圭亚那、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和委内瑞拉，总面积约为550万平方公里。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热带雨林，这里有世界上1/3的物种，全球1/4的淡水和1/5的森林面积。亚马逊地区生活着3000多万人，据亚马逊盆地土著组织协调员称，约9%的人口是土著人，分为350个不同的族群，其中60多个族群仍然基本与世隔绝。这里拥有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最重要的生态宝库之一。科学家估计，雨林栖息着超过400亿棵树木、4万多种植物、1300多种鸟类、400多种哺乳动物以及数百万种昆虫。它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唯一栖息地，一些物种至今仍未被人类发现，令这片神秘的土地充满未知与魅力。亚马逊河使雨林生机盎然，这条世界流量最大、长度仅次于尼罗河的巨型河流，发源于安第斯山脉，流经多个国家，最终注入大西洋。河道宽广，水流湍急，滋养着整个雨林的生命系统。它的众多支流形成了密如蛛网的水道网络，为当地生物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与栖息环境，也为人类提供了交通与淡水资源。除了自然资源的丰富性，雨林对全球气候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它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全球气候与水循环，因此被称为地球之肺。研究显示，亚马逊雨林每年可吸收约20亿吨二氧化碳，对于缓解全球变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乌尤尼盐沼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海拔约3650米，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盐沼。它不仅是南美洲的自然奇观之一，也是一处重要的地质与生态研究区域，同时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乌尤尼盐沼的形成可以追溯到4万年前，当时该地区覆盖着一个称为米尼钦湖的史前湖泊，随着地质运动和气候变化，这个湖逐渐干涸，最终留下了盐壳，形成了今天的盐沼地貌。
乌尤尼岩沼的岩层厚度平均为数米，下面含有极其丰富的锂。据估计，这里蕴藏着全球约22%的锂储量，因此不仅在旅游领域受到关注，在新能源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乌尤尼岩沼最为人称道的是在雨季形成的天空之镜奇观。每年12月至次年3月是当地的雨季，薄薄的积水铺洒在岩面上，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天空、云朵和星辰倒映得清晰可见，景色如梦似幻，令人惊叹。这种独特的自然现象使乌尤尼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也被誉为地球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同时也是校准卫星的理想场所。每年5月至10月，岩沼则呈现出另一种壮观的景象。阳光照射下，整个岩原一片洁白，地面上遍布着自然形成的蜂窝状裂缝和几何图案，如同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作。游客可以在岩沼上体验透视错觉摄影，由于背景完全空旷，人和物体之间的大小对比会产生奇特的视觉效果。除了自然风光，乌尤尼小镇也是进入岩沼的门户。这里提供各类岩沼游览服务，包括吉普车之旅、日出观赏、岩质酒店住宿，以及探访列车坟场等特色景点。尤其是岩砖搭建的酒店，墙壁、床铺甚至桌椅都是用岩块建成，别具一格。乌尤尼岩沼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这里的极端环境为研究微生物、地球演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乌尤尼岩沼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奇迹，它融合了壮丽景观、地质奇观和文化特色，是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目的地。马丘比丘位于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中，海拔约2430米。马丘比丘又称失落的印加城市，是秘鲁著名的古迹，也是世界上最神秘、最壮观的考古遗址之一。四周被高山和浓密的云雾森林环绕，风景如画，仿佛一座漂浮在云端的空中城堡。马丘比丘是印加帝国的代表性遗址，建于公元15世纪，由印加皇帝帕查库特克下令兴建。尽管印加人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关于马丘比丘的具体用途仍有很多学术争议。普遍认为它可能是皇室的避暑山庄、宗教圣地，或是政治与军事的重要据点。这座古城由超过200座建筑组成，分为农业区和城市区两个部分。农业区有整齐排列的梯田，用于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充分展示了印加人对自然地形的巧妙利用。城市区则包括宗教神庙、住宅、祭坛、观星台，以及用于祭祀太阳神的太阳神殿等精美建筑。石头建筑之间严丝合缝，无需使用砂浆，是印加文明石工技术的杰出体现。许多建筑甚至在经历数百年风雨和地震后依然屹立不倒。马丘比丘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时没有被发现，因此幸免于战火与掠夺，长期被茂密的丛林所掩盖。直到1911年，美国历史学家兼探险家海勒姆·宾厄姆在当地印第安人引导下重新发现了这座遗址，引起了全球关注，也使马丘比丘逐渐走入公众视野。2007年，马丘比丘被评选为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并早在1983年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不仅是对其文化与历史价值的肯定，也体现出人类对古代文明的敬仰。如今，马丘比丘已成为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无论是徒步穿越印加古道，还是搭乘火车缓缓进入山谷，游客们都能在这座古老遗址中感受到印加文明的智慧与壮丽。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处连接人与自然的神圣空间。
里约热内卢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大西洋沿岸。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是巴西最著名的城市之一。虽然它已不再是巴西的首都，但这里依然是巴西在文化、旅游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里约热内卢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热情洋溢的文化氛围而闻名。城市依山傍海，拥有科帕卡巴纳和伊帕内马等美丽的海滩，白色沙滩、碧蓝海水以及沿岸的高楼大厦构成了令人陶醉的风景线。远处的甜面包山和科尔科瓦杜山共同构筑了里约的标志性风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标是耸立在科尔科瓦杜山上的基督像。这尊高38米的雕像张开双臂俯瞰城市，是里约乃至巴西的象征，也是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乘坐齿轨火车穿越热带雨林抵达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城市与海岸线的壮观景色。除了自然风光，里约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每年2月或3月举行的里约狂欢节是全球最大、最著名的狂欢节之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节日期间，市民和游客身着华丽的服装，随着桑巴音乐节奏狂欢跳舞。盛大的游行队伍在桑巴大道上绚丽登场，展现了巴西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和生活热情。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的主要文化中心，建筑风格涵盖16至19世纪的教堂和建筑，并与20世纪享誉世界的经典设计相融合。这里曾是葡萄牙皇室的居住地和首都，并受到葡萄牙、英国和法国建筑风格的影响。作为音乐流派桑巴的发源地，里约城市中拥有浓厚的音乐氛围。在伊帕内马和拉帕地区，街角酒吧里常常能听到现场演奏，音乐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里约的艺术场景则以当代与传统并存为特点，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明日博物馆是游客必访的文化地标，而拥有殖民风情的圣特雷莎更是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聚集地。里约热内卢是一个兼具自然美景、文化活力和历史底蕴的城市，它不仅是巴西的名片，也是南美洲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部，距厄瓜多尔本土约900公里，是一组散布在太平洋上的火山群岛。群岛由18个主岛、3个较小的岛屿及100余个岩礁组成。这里不仅是自然爱好者的梦想之地，更是生物学研究的圣地，并以独特的生态系统、珍稀的物种和壮丽的景观而闻名。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加拉帕戈斯群岛因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演化出了许多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物种。1835年，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到访该群岛，他对不同岛屿物种的差异进行观察，特别是加拉帕戈斯雀的研究，后来成为他提出物种起源与自然选择理论的重要依据。这些岛屿各具特色，其中圣克鲁斯岛是群岛的旅游中心，设有达尔文研究站，用于保护和研究岛上生态。伊莎贝拉岛是面积最大的岛屿，拥有6座火山，栖息着大量象龟和海鬣蜥。弗洛雷纳岛则以丰富的鸟类和海狮群闻名。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著名的物种包括加拉帕戈斯象龟、蓝角尖鸟、海鬣蜥、加拉帕戈斯企鹅、红嘴热带鸟等。这些动物对人类不具恐惧感，游客常近距离观察到它们在沙滩上栖息、觅食或嬉戏。
海洋生态同样精彩，潜水爱好者可在透明清澈的海水中看到海狮、海龟、蝠鲼及各种热带鱼类。除了自然魅力，加拉帕戈斯群岛也吸引着摄影师、科学家和环保志愿者。每一座岛屿仿佛是一个微型的生态世界，展示着生命在孤立环境中如何适应与演化。无论是日出下的火山地貌，还是海浪中悠游的企鹅和海狮，都令人赞叹不已。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纳维尔瓦皮湖南岸，靠近智利边境。巴里洛切是阿根廷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座迷人城市，亦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被誉为南美的阿尔卑斯。巴里洛切最初由德国和瑞士的移民于19世纪末建立，因此这座城市至今保留着浓厚的欧洲风情。城市建筑以木材和石材为主，带有典型的阿尔卑斯风格，街道干净整洁，四周群山环绕，湖水清澈见底，景色如画。这座城市四季皆宜，旅游资源丰富。冬季，巴里洛切变身为阿根廷最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拥有南美最大的滑雪场塞罗卡特德拉，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夏季则是徒步、划船、垂钓和登山的黄金季节，纳维尔瓦皮湖上的泛舟、湖滨漫步和国家公园内的徒步路线都是不可错过的体验。巴里洛切也是南美著名的巧克力之都，市中心的 Mater 大街两侧分布着大量手工巧克力店。每年复活节期间，这里还会举行盛大的巧克力节，展示巨型巧克力雕塑和特色甜品，成为游客与本地居民共同参与的庆典。巴里洛切融合了本地原住民传统与欧洲移民文化，是一座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城市中不乏博物馆、艺术展览和音乐活动，展示着这片土地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复活节岛位于南美洲以西约3700公里的海域，是智利在南太平洋的一座远离大陆的火山岛。复活节岛以神秘的摩艾石像和独特的波利尼西亚文化而闻名，是世界上最孤立的有人居住岛屿之一。复活节岛面积约为163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人，主要集中在岛上的唯一城市汉加罗阿。当地人多为拉帕努伊人，属波利尼西亚民族，他们的祖先大约在公元400至1300年之间乘独木舟从西太平洋的其他岛屿迁居至此，并逐渐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岛上最著名的文化遗产是遍布全岛的摩艾石像，共有近900尊。这些石像通常由火山灰或凝灰岩雕刻而成，形象多为高大的男性头部与上半身，最重者可达80吨。摩艾被认为是古代酋长或部落重要人物的象征，代表着祖先的力量与庇佑。石像大多安置在沿海的阿湖石台上，背对大海，面朝岛内，寓意守护居民。然而，复活节岛的辉煌文明在15世纪末至17世纪期间开始衰落。岛上的森林资源被过度砍伐，加上过度放牧、人口增长与不足冲突，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社会动荡不断。摩艾石像遭到破坏，不少被推倒，原有的文化传统也逐渐式微。1722年，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赫芬在复活节当天首次发现该岛，因此将其命名为复活节岛。1888年，复活节岛正式被智利吞并，此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与文化压制。
20世纪后期，随着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注，当地文化逐渐受到重视，许多拉帕努伊人开始复兴传统语言、舞蹈、宗教仪式等，并争取更大的自治权。1995年，复活节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进一步提升了岛屿的国际地位。如今的复活节岛既是历史与文化的瑰宝，也是重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摩艾石像、古代村落、洞穴壁画，以及享受岛上的自然风光和波利尼西亚风情。这座孤悬海上的岛屿，以神秘的历史和坚韧的文化，继续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位于南大西洋，距离巴西东北部海岸约354公里。群岛由21座火山岛屿、岩礁和小岛组成，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其中主岛占了绝大部分，面积约18.4平方公里，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岛屿。群岛因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清澈碧蓝的海水、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是世界顶级潜水和海滩旅游胜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以表彰其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珊瑚礁、成群的海豚和海龟，还有稀有的鸟类。每年，成千上万只绿海龟在岛屿海滩上筑巢繁殖，也因此成为研究和保护这些濒危物种的重要基地。岛上的生态旅游活动也十分丰富，徒步旅行、划独木舟、潜水探险、观鸟和环保志愿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自然爱好者。对于潜水爱好者而言，诺罗尼亚水域拥有一些世界上最精彩的沉船潜点和丰富的海洋生物，水下能见度常常超过40米。历史上，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曾多次易主，先后被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控制过。岛上还曾是巴西殖民时期的流放地和监狱。如今，这段多彩而复杂的历史与自然美景交织在一起，使这里不仅是一个度假胜地，也是一个富有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地方。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是一个集自然奇观、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于一体的梦幻之地。它以其纯净的自然环境提醒着人们，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保有这份世界级的瑰宝。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的伊瓜苏河上。伊瓜苏瀑布是世界最宽的瀑布，亦是南美洲最大的瀑布，被誉为南美第一奇观，与维多利亚瀑布和尼亚加拉瀑布并称世界三大瀑布。伊瓜苏瀑布是一组瀑布群，由275条大小不一的瀑布组成，绵延近2.7公里，最高落差达82米。它不仅是自然界的宏伟杰作，更是南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胜地。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伊瓜苏瀑布名字来源于瓜拉尼语，意为巨大的水。传说一位神灵想娶一位名叫奈皮的美丽女子为妻，奈皮却与他的凡人情人塔罗巴乘独木舟逃走。神灵一怒之下劈开河水，形成了瀑布，以此惩罚这对恋人，让他们永远坠落。瀑布的震撼景象令人无不动容，奔腾的河水在此突然断崖，激流直泻谷底，水雾升腾，宛如云海，瀑声轰鸣，震撼天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瀑布中的魔鬼之猴，它是伊瓜苏瀑布中最宽、最壮观的一段，呈马蹄形，
落差约80米。魔鬼之喉水流如同银龙飞跃，喷涌而下，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仿佛置身云端。这里常有彩虹出现，给瀑布增添了梦幻色彩。伊瓜苏瀑布所在的地区属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植被茂密，生物多样性丰富。这片生态天堂栖息着美洲豹、巨嘴鸟、懒猴、蝴蝶等上千种动物与植物，是生物学研究与生态旅游的理想之地。伊瓜苏瀑布不仅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更是一种与大自然力量的深刻对话。它的壮丽、原始与生机，让人敬畏，也让人沉醉。正因如此，伊瓜苏瀑布常被称为自然界的奇迹。站在瀑布边缘，面对奔腾不息的洪流，那种来自自然深处的震撼与感动，会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卡塔赫纳是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加勒比海沿岸的一座海港城市。卡塔赫纳是加勒比海沿岸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也是南美洲最著名的历史港口城市。它融合了殖民地风情、加勒比海热情与现代都市生活，被誉为加勒比的明珠。1984年，卡塔赫纳的殖民地城墙和堡垒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卡塔赫纳成立于1533年，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建立的重要港口城市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这里曾是西班牙运送黄金和珍宝回国的重要中转站，也因此频繁受到海盗攻击。为了抵御外敌，西班牙人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包括著名的圣费利佩城堡，至今仍屹立不倒，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军事建筑之一。整个历史城区保存完好，拥有大量殖民时期的建筑、教堂、广场与古巷，漫步其间，仿佛穿越回16世纪。除了历史魅力，卡塔赫纳还拥有加勒比海的自然风光。城市的博卡格兰德是现代化的海滨街区，布满高楼大厦与奢华酒店，对比强烈地展现出卡塔赫纳的双重面貌。而距离市区不远的罗萨里奥群岛，则是潜水和海滩度假的天堂，拥有清澈湛蓝的海水和五彩斑斓的珊瑚礁。卡塔赫纳也是哥伦比亚文化与艺术的重镇，这里是文学巨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灵感源泉之一。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以卡塔赫纳为原型。室内的街头艺术、画廊和音乐充满了拉丁激情，也体现了多种文化的交融。卡塔赫纳不仅是哥伦比亚的重要历史地标，更是一座充满色彩与生命力的城市。它既保留了丰富的殖民历史与文化遗产，也展现出现代加勒比城市的活力。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